好，股市好热现在股市又造成另外一种相对被剥夺感，有买的哇，而且买那个 AI 跟 AI 有关的、半导体有关的涨很多，买传产的或是其他的不买的，怎么好的人家赚那么多钱呢？就有相对被剥夺感。央行示警，现在有说4代同堂，什么叫4代同堂？就是什么信用贷款、信贷啦、房贷啦、股贷啦、车贷、股票去贷，还有理财贷可能包括车贷的，因为他因为理财去贷款股票贷款说我买了这个股票再去质押，股票再去借钱，因为股票我不怕，我比如说买了100万的股票，我贷个6成嘛，贷个这个600万嘛，60万100万贷60万，60万再买6630再买36万股票，是这样去搞，这叫做4代同堂。所以呢，这个怕信用过度扩张风险万一股票砰崩下来的时候就惨了就被断头了那另外呢，房市管制要管到什么？现在房子为什么？因为我都了解，建商现在赚钱可能不是靠房子，都靠到买股票，都靠股票赚钱因为房子现在第二户贷款贷什么6成还是几成，贷的很少所以呢贷款非常困难。所以那你要拿一堆现金，那拿这么多钱买房子，还不如去买股票算了所以为什么房市到底要管制到什么时候？央行总裁杨金龙说，降温速度太慢，民众买房的压力还是大，所以是还是要管的意思了那另外呢，因为房市没松绑，所以央行总裁说放款都跑到股市去了所以不能增加放款，增加放款就跑到股市了，没有真的买房子。那所以呢，房价的降幅太慢了那另外呢，新青安2.0短期也不放宽管制不会放宽那另外呢，到底利率会不会涨？现在已经连9动了，说有2个理事主张要升息了，说通货膨胀物价的压力很大要升息那因为呢，股市这么热，所以央行也不敢讲太多，你到时候讲太多，影响到股市惨了，变成全民公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呢，我们是维持。先前一句管制就到这，让外界解读松绑势在必行。没想到央行总裁杨金龙宣布，打房紧箍咒根本没消失。在上一次呢，就是调整了这个第二户购物贷款的成数那之后呢，我们的民众看上房市的预期心理呢，还是仍然是人缓了房市交易降温，房价涨势减缓，但是呢，我们国内的房价修正有限，民众购物的负担呢仍重。杨金龙点出，资金跳过房市，直奔股市，成为没松绑其中一个因素。但是集中度下来呢，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这个分母，其他的放款这个部分呢，它是跑到股市去了，而不是跟我们原先呢，我们是期望呢，它是要到哪里去？要到实质生产的那个制造业去。而面对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首秀大放鹰，杨金龙也有看法。Kevin Walsh 呢，如果说从这一次的来看的话呢，他也是还是必须要认同市场的一个反应。我也总觉得中央银行呢，在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呢，我们要稍微偏这个。要稍微偏离。而这次央行利率连9动，政策基调谨慎，后续是否转向，有待观察。吴正，我稍微先回应一下刚刚那个两岸那个部分。那其实刚刚所谓议员说梁文杰是不是担心说农民去跟中国做生意之后，然后就票不投民进党？其实我想这是没有关联的事情因为陆委会也不是针对农民。因为这个事情一开始本质是陆委会针对我们公职人员，过去是针对中央的公务员，现在是到地方公务员去限制他参加所谓中国这一个海峡论坛，因为被认定为有统战的性质嘛。那大家比较这次关注到的说，刚刚提到这5家就是卖农产品的公司，那其实陆委会其实主要是要去了解啦，就是因为刚刚我有提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33条之一，就是说这过程中你的接触的过程大概怎么样，然后签的契约大概是如何所以其实并
并不是禁止我们农民跟这个中国把水果卖过去这样子。那另外我想梁副主委他提到说，凤梨世家外销中国占外销比95%，其实还是回到一个风险提醒的嘛。因为刚刚所有议员讲说这个经济规定、政治规定制，可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其实真的就不是如此嘛。例如说很多我们的艺人到中国发展，你说唱歌唱着，怎么到了10月1号之后，他们都发一个哇，祖国一块土地不能少。我相信或许有一些人他们想法这样，可是肯定也有一些人或许他们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力嘛。所以本来一直以来中国的政策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想但我同意说，其实如果我们的政府也在提醒农民这样子，等于说单压中国市场，而中国会把政治拿回来影响你的风险的话，确实我也支持说，那我们农业部是不是来提供更多一些的辅导方案，例如说辅导他转做啊等等。那回到我们刚刚讨论这个台股是不是过热问题，确实啊，但是就是最近因为大家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整个股市的这个融资余额大概还有5900多亿左右，所以真的是也很多人开杠杆，就投下去，因为觉得股市会涨嘛。那当然，我想央行我们适时的点出来这个风险这是好事。不过我觉得台湾经济毕竟回到基本面来看，因为我们现在是真的从全球的这个 AI 资本支出的浪潮中，真实的赚了很多钱进来，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经济往一个上升的轨道成长还在合理的范围。不过当然是提醒大家要做好风险控管。徐博，我觉得像经济成长率或是台股，以前有玩过一个游戏叫叠叠乐。大家觉得原本很稳固的时候，你要抽底下的往上摆，大家就觉得股市好像会继续涨，经济成长会继续往上，可是是不是有一天会掉下来？大家不知道，但只有玩有点像胆小鬼这样子，大家就抽，然后往上摆，往上摆。那为什么这个会有这个市景呢？因为我刚才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流向股市的有关信用啊，就周转金啊、证券金融、银行放贷给这一些是1.87兆。那流向实体制造业的是1.02兆，也就是放到股市里面钱滚钱的是1.87兆，比真的去投资到说要给那个实体的制造业啊，让它去产业变得更健全去发展，就变成2个世界嘛。就股市里面的钱滚钱，不管是大户啦，不管是这些外资啊，然后可以赚得盆满钵满的。可是真正平常在工作的这些制造业或是这些服务业的，尤其是受薪阶级的，他们会非常非常的辛苦。那这当然就会促成刚才讲到说，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会有那个4代同堂的问题？其实我周边也有很多年轻的伙伴们，他们本来是没有在玩股票的，但是他们每天看这个人也在讲说在股市好棒啊，这个人也赚多少钱，开始有一种什么相对的错失恐惧。万一我不进去的话，我以后就变平民了。我本来我领死薪水，我会变平民。万一我以后什么东西都买不起，现在就已经买不起房子了，我以后会不会连我生活都有问题？所以他们才开始用少少的钱，或是去借贷，然后也要疯狂的进入到股市里面。可是这个接下来就会很危险，再加上现在所谓的新清安2.0这个东西，我觉得变成房价刚刚之前炒到过热的时候，然后现在要收房价，然后这整个政策来讲的话，就会有很多的矛盾。年轻人现在不进去到股市，然后他又开始担心说，他可能会被剥夺。进去之后，他又发现他没有办法负担这样子的风险。我觉得这是未来大家要看到的警讯。股市还能够是繁荣多久？我跟你讲杨金龙发出这个警告是他职责所在，但是没有人会听的，因为你现在讲这样如果再涨3天今天因为听你的话没有进去，这3天把你骂死了，不是这样吗？但是这个不要讲，我们讲住宅政策。我觉得住宅政策在台湾是一个充分被误解的，而且很难处理的。你看每次选举蓝的绿的政客候选人如果他的政见里头没有住宅正义这一条给人家骂死然后呢，他就要答应说我认为一定要盖多少社会住宅都是碰碰都没有盖到其中的1/几。为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央行的政策让房价就是逐步下跌，如果是5年好了，或者是5年房价不上去，平盘好了，你晓得多少人会怨死8成？我们台湾的有接近8成的人手上是有房地产的，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笔资产，也是很重要的借以生财翻身的一个工具。你不涨，你要讲好我觉得政府应该，如果觉得这个是对的话，你应该像德国一样，德国人从来没有人要用房地产来赚得安身立命的一笔财富，没有你讲清楚就好了。但是大家还是存着希望嘛。好，那我请问你一个问题全台湾
没有房子，目前没有房子啊，真心想要买房子，但是买不起啊，真的渴望有一天他会买得起的人，占人口的几%，你猜猜看？你现在大概7、8成都有房子嘛？对，对不对？啊，剩下2、3成是没有房子啊，这2、3成里头真的想要买啊，希望它跌到我可以买的程度，这些人有多少？算里面的一半好了嘛？我跟你讲，不到啊，是5到8%，但是这个5到8%的人数很少哦，但声音很大，那压力很大，所以政府一定说，我一定要处理这些人，就社会住宅，就社会正义，住宅正义。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蓝的不用功，绿的也不用功，真的不是无法可解哦。但是脑筋要转得好，就是要面面俱到，就是真的面面俱到。面面俱到的问题有那么难吗？你觉得难的话，你就不要从政。台湾没有房子的人大概是20到30%嘛？对，大概是500万好了啦，400到600嘛。500万的8%有40万人，40万叫起来声音也不小了。你觉得杨建龙讲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刚才我认同老沈，我很少认同他。刚才讲说他不得不讲，不得不讲。现在房市热不热？房市不热。股市热不热？股市真的是很热啊！而且这很多人都在猜了，还会持续热很久。我们从从 Musk 的那个 SpaceX。你知道现在市值多少了吗？市值已经到2兆6，它 IPO 那一天是1.5兆，已经到2兆6了。这个代表什么东西呢？美金，当然美金。不，这个代表除了 AI 半导体的这个低轨卫星呢，大家很多钱要往里面投了，因为大家看好这个产业吧。对，政府要不要做？政府要去照顾人民基本的生活。基本的生活是什么？就房子。刚才我跟各位报告，我以前在摆摊服务的时候，有一个人我在忠孝东的永顺市场那边，他在 complain 他儿子要买房子，房子太贵了。那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房子？”他有。我说：“你信不信房价跌？”那当然不可以哦。这个例子是真的。再换句话说，政府要提供买不起的房子的大哥，刚才讲台湾拥有自宅的人大概8成哈，那2成里面有那些人确实想买，可是他买不起的，政府要提供各种像各种的什么社宅等等，我觉得要持续的推动这样子的事情。还有台北市的人口，我们住台北市，台北市的人口外移的很厉害哦。徐溥要选议员了，这我们现任议员在这儿。台北市每一个月听说移出去了3到4千人，每一个月哦。大量的人口的外移，人口都搬到新北、搬到桃园里面去住。我们要协助这些人，还是回到台北来工作。交通运输，像那个台北市政府提的这个北基桃，他们提的 T-Pass， 我觉得像类似这种政策，政府是该做的。光是像杨建龙讲这种话，没有建设性啊。不，基本上虽然台湾有7、8成人都有房子，但是很多人呢，那个房子都老旧了，那没电梯，很多公寓，所以而且呢，因为他买，所以便宜是他30、40年以前就买了，那个时候我想最近有一篇文章叫大安区跟信义区住了很多有钱的穷人，就是老住在3、4楼，老人下不来以后，很快就结束了。他5、6在4楼、5楼，每天这样他也很累。然后那个房子是涨价了，比如说可能1坪变成80万、100万了。假如他有30片，是不是他不能卖啊？他不能卖啊，对不对？他卖了他没地方住啊。所以虽然是有，但是问题那个房子这是不知道怎么讲。当然比没有好了，但你说他因此生活改善了，生活都好，也未必了那我们不知道派多少人到新加坡去观摩。为什么做不到新加坡呢？新加坡80%、90%人住在政府盖的祖屋第一个土地，新加坡都是政府的，因为英国殖民地把土地通通没收来了，土地都是政府的。香港也是，所以当然嘛，香港也是这样，土地是政府的。第二个，新加坡它有这个所谓公积金制度，
在我30-40年以前年轻到新加坡的时候，就是你一个员工1个月的薪水22.5%要存在公积金里面，然后雇主要相对再提出22.5%，就是你薪水的45%要存在公积金里面，那个主要是作为你将来买房子的一个基金，后来也准许去买股票了。因为股票有可能赚钱，所以他有这样的制度搭配。你台湾你去1万次，派什么10万人去也没用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监察院到底要不要废？蒋万安当时说应该废。干脆就先动再废，什么意思呢？这次先不提名嘛，那就暂动。然后因为废要修宪，修宪的话呢，要1/4的立委提案，然后提案以后到立法院3/4的立委出席立委的3/4同意，才能够变成一个叫做宪法修正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要公告半年，然后办公投，公投呢要全部有全公投人的1半超过才通过。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它是一个程序嘛，那蒋万安说已经跟台北市5个国民党的委员沟通，那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他们都支持要废监察院本来也没有人实质出来反对了但是这个所以蒋万安的这个步骤是先把人事否决，这次都不提或是不让他通过，然后冻结运作修宪嘛，这3步骤嘛但是呢，国民党考纪会主委张亚平就出来反对，说呢不挺谁能保证不变成实质台独每次要修宪都遇到这个问题了那为什么？就是说担心到时候要变更国土因为大家都不碰这个问题，我们的宪法有规定呢，你的固有的疆域是什么那台独主张者会不会这个时候要这个偷渡等等？但是我认为这是可以解决的我认为现在关键其实不在国民党，在民进党。为什么呢？因为民众党现在他原来就主张废监院嘛，那国民党蒋万安现在人气最高他出来登高一呼，所以我认为国民党尤其是公职人员敢出来反对的人不多，谁敢出来反对我骂他，我在节目骂他，谁出来站出来？要不骂张亚婷，骂张亚婷。张亚婷他不是公职嘛，他是党工嘛。那但是因为民进党要出来讲，第一个民进党同不同意非监察院？你把5权变成3权嘛？我一直讲5权宪法是不通的，是孙中山在100多年以前，那是为了鼓吹革命，他这样讲的。我讲过了嘛，对不对？要包青天，所以要监察权；要科举，所以要考试院。那现在运作起来不通嘛？你是运作全世界都是3权，就我们搞个5权，很多事情你要学就真的学得道道地地，不要学个半吊子。好，那现在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应该出来讲嘛，所以我们也支持修宪。把5权改3权，民进党不是以前一向这样主张吗？那但是我们不会节外生枝，就是这个议题不会再去搞什么修改什么固有疆域什么偷渡台独，民进党出来保证嘛。张亚平就没有理由了，他现在担心呢，民进党不是不可能就有可能因为昨天我看那个我自己在脸书，我昨天在脸书写了一篇我说修宪这是最好的时候，在我的脸书我昨天发表，下面留言立刻有一个，为什么不去修改固有疆域呢？就要搞这个东西。民进党人最喜欢搞这个东西，对不对？你不要搞这个，你是纯宪他不过嘛，你不要搞这个，我就是针对什么，我就是什么，那这样民进党出来保证，那让国民党民进党我不知道，让国民党放心。那就在这个时候千载难逢，我告诉你，你这个时候不赶快趁着名气可用，然后呢，3党如果都有志一同。再拖下去，又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我们看一下。我认为立法院党团应该要借由这一次人选全面否决的方式，先来冻结监察院的运作，后续透过修宪的方式来达到民众认为应该要让它废除。这也是民进党一贯的立场跟主张。其实我都有跟台北市的5位立法委员沟通过所以我想，当然这必须要尊重党团他们的决定。那我认为国民党党团一直以来都有很高的自主性，我相信他们会好好的讨论就这个议题，交换意见，凝聚共识。好，这是我最新的脸书，现在是修宪非监院最好的时刻
让大家可以到我脸书看看。老沈怎么看？民进党到底怎样？你们那时候不是一直要废吗？现在不敢废了。蒋万安最近做的3样事情是对的，就是说照顾小孩的工时可以减少，薪资不减。第二个是说我是台湾人，我哪讲都讲过，你个继续问我，那人问啥啊？那第3点就是要废监察院。那现在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很少1、2个大概就是说现任是监委，那重新被提名续任的那个就是我的教构改变。但是像张亚玲，他是党中央的党工，他是负责什么两岸关系的嘛？考纪会主委啊，他是考纪会主委。我这边看的是考纪会，他是考纪会主委吗？对。好，我跟你讲他干你什么事？你现在既然是党中央的党工，你讲的是代表党中央的意见嘛？我跟你讲，党中央或者党主席要出来表态，你不能扯蒋万安的后腿啊！那有人讲最好的理由其实不是会趁机台独啦，你是在增修条文，不见得是修那个剩下的那些原来的条文嘛。但是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你现在废了这个公务人员没有人监督。这个也是白讲的，因为有一度监察院是被就是预算打掉了，所以这些院等于纯院，但是废人。那一段时间里头，我们有没有因为监察权的暂时的消失而公务人员的表现就变坏了吗？也没有嘛，这种爱讲给讲的啦。我跟你讲，今天如果蒋万安今天提出来这个东西，而且最后还是不过，我这个闲言杂语不算，我这一笔责任是要挂在民进党的身上。我刚才问他，他也是犹豫不决，不敢讲啊。所以他不敢讲不置可否，就表示说党中央或者是赖总统的立场还没有决定，我们要逼他。好吧。张亚平担心什么？是不是代表国民党？是不是代表郑丽文？我不知道了。郑丽文可能要出来表态了国家定位，领土刚讲过，领土5权宪法架构，你5权要变3权吗？5权宪法，新闻学校的校长都没有意见了，你有什么意见？然后呢，对不对？宪政体制，两岸定位他认为这些问题怕这个修宪变动。以前国民党有不少人弹头学者反对，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这个创立了5权宪法，怎么可以变动但是真的在实际应用上是不通的嘛，真的是不通了那本来立法院希望能够有一些把监察权拿过来，民进党当时也反对，又怕说民进党我觉得民进党现在犹豫不决是怕万一监察权到了立法权，那在立法院里面民进党是少数，哇，这监察权大家知道监察权多伟大，你知道吗？立法权差远了。我举个例子，那时候我当立委的时候，因为核二厂有空服事件，记得吗？有一段时间有空服，原来是空服事件。那我就跟监察委古家华去那个时候去，我们只能说问一下了，然后这个要求一下。我说你把那个记录给我看看，空服的记录，看完以后跟助理讲，扣走，带走啊。他有司法权，你知道吗？监委是有司法权的，立法权现在这个立法委员算什么？什么个权利啊？你跟美国国会议员比比看，我们的立法院差多了，弹劾也没有，调查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立法本来就应该有这些权利的，然后现在都跑到监察院去，然后监察院现在这种提名方式，那谁执政就是提名都是他的人，跟立法院不一样，立法院是一票票选出来的是不一样以前监察委员还是选出来的，是省市议员选出来的。虽然当时有传出贿选问题，这至少还是省市员选，现在是全部由执政党来提名，变成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了民进党真应该表态了，因为吴峥可能他们党里面可能没有这种决议了。我现在就讲说，现在就剩民进党，国民党、民进党没问题民进党是态度，民进党表态如果你不同意，讲嘛，我不同意，那从此以后责任就算你民进党身上。吴峥。好，我回应一下。没有，其实我们党里面最近有讨论这个事情那现在应该这个状况就是说，好，那国民党跟民众党想要修宪，那就你们就投票，就到立法院主修宪委员会，大家进去讨论。因为民进党会的立场是说，我们2020上一次的时候，其实组过一个修宪委员会嘛。那当时就大家想法南辕北辙就是
因为整个宪法牵动到根本大法很多制度了，所以最后当时其实我刚跟苏威议员讲，最后当时是只有18岁公民权这一条出来了啊，很多其实当时对修宪的想法都没有处理啊，那所以其实大家现在很简单嘛，因为1/4就可以来去组成修宪委员会啊，所以其实那就回到立法院来处理嘛。那只是说监院这个事情这样，就为什么现在民进党这个事情没有照地线？因为这个过去确实民进党常经主张。那不过一个很实务了，其实真的是我这个话讲很直了，就是说，因为总统刚提名完29个监察委员嘛，那其实现在人事权就是说我们要去找这些人愿意来当委员啊，过程中都要千拜托万拜托啊，因为大家都预期说立法院很难过啊，可能会经历一番啊，要被问啊，要被这个攻击啦，要被等等，所以那我们刚找完这一批人，那不可能现在自己就跳出来说啊，这个东西根本没有价值，这不要。但是就是如果这个事情进到立法院里面，那组成修宪委员会，那民进党会来参加，会来讨论。你就是为了这20几个人心里头的没关系，我们没有党啊，所以就不要党啊。所以以后你赞成嘛？你们就用老沈做例子嘛。老沈被马英九提名当监察院副院长，也被国民党立法院干掉，占多数干掉。我伤心了一辈子。你真有伤心吗？你根本不在乎，我知道。所以我的意思说，那个时候不只有他，后来有10几个监委都出去嘛。对，又这样呢？马英九不会因此就没有面子，当然有一点没面子，又怎样了？蔡英文的时候，陈水扁的时候也空了很多监委嘛。我讲完讲说就不要提名不编预算，其实这个4至630号就讲过说这样子等于是你蓄意实质瘫痪它是违宪的。他现在不是不要提名了，你已经提了没错，就让他动不过就好了嘛。那民主党什么意见？副秘书长，其实我们当然很简单，我们从头到尾始终就是认为要废考监，要回归到3权分立嘛。那刚刚包括赵大哥也讲了，在100多年前孙中山确实5权分立，可是因为现在的时代，我们在讨论都已经是 AI 了，对不对？但现在的治理方式，而且现在包括立法院有没有实权，包括去调查，而且监察院有监察权，有没有发挥它的实际作用，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在这几年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既然国民党这边有包括了，我觉得蒋万市长他当然也是在蓝营里面非常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民众党立场不变。那民进党过去当然也就是主张要废考监的这个状况。过去是民进党赞成，国民党反对。对，所以既然3党其实有高度共识，我觉得很好，又是为人民福祉的状况来讲，如果这次的修宪过了，然后再绑大选，如果说是公投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容易过的。没有，国民党立法院现在怎样？我会印象的吴征，其实现在已经有修正委员会了，去年就组成的啦，不是说要准备要组成，去年已经组成的，刚组成去年。啊，那个时候就是黄国昌还在的时候，还有像国民党那时候书记长罗智强都主张要废监院，然后所以后来就有成立一个宪法那个委员会，修宪委员会，是吴思瑶反对啊，吴思瑶说我不跟你们国民党玩了。那时候国民党还想说，奇怪，你们民进党不是长期主张废监院吗？陈菊在当监察院长的时候还说他希望他是最后一任，可是因为民进党可以有些提名权嘛，把一些自己人进去，所以他们取得权力之后就不愿意了，所以对现在就看民进党态度。所以我说现在就是看民进党态度嘛。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党团、民众的党团都应该公开讲说，我们都同意，现在就看民进党态度，逼民进党表态嘛。民进党看看，民进党如果不表态，被骂死，我告诉你，千古罪人变成。我觉得民进党如果还有所犹豫的话，是怕这个光彩给蒋万安拿去。那也不是了，现在对，这没什么了不起嘛。你何必计较这个东西呢？不是，那可以讲说，民进党早就主张这样的主张嘛，他只是把以前的主张拿出来而已嘛，需要再回来，这不是谁的面子不面子。好，毒驾以前是酒驾很严重，乱撞人啊什么，毒驾，昨天全台用5000个警力，结果抓到155个人，有154辆车被移置了，就是没收了，那收去管了。那另外现在说，警察可以进入学校查毒有没有人吸毒，那这个很严重，因为通常是我们不喜欢警察进校园的警察校园是很严重的事情。所谓的查毒可以，那就换句话，会不会因为用查毒做名义去干别的事情？这是另外一个问题7月要上路，所以要把这个毒驾的驾照变短，变3年，3年后呢再查，再去看他有没有这个戒毒。那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就说呢，这个就算是驾照
取消了它，再复考还是要管制，现在管制太松，羁押的标准要定得清楚啊。不过我就在想啊，假如他是一个毒驾的，他搞不好根本有没有驾照，他管那么多，是啊，他没有驾照给你照开，对不对？对哦，所以你说管他驾照就有用，我是很怀疑的哦。那这是秀才的想法哈，他哪管那么多？他就已经违法。他如果管那么多，他就不会去毒驾，这个吸了毒还在外面乱驾车、开车，然后撞人啊，也害自己啊。所以呢，总统他说反毒是全民大作战，希望立法院修法哦，完成毒驾的联防啊。那另外呢，现在让第5级保全进校园。什么叫第5级保全？就是呢，这些人曾经是退休的军警哦。学历呢是高中以上，而且呢要跑3000公尺，能够跑哦，我也不懂为什么要跑这干嘛？他毒驾人要追那个吸毒的人吗？哦，可能是这个意思吧。哦，所以这叫第5级保全，但是欠缺配套训练、法律授权都被质疑，说可以这样吗？他可以是退休的军警，会跑3000公尺就可以跑到校园里面去抓人吗？哦，那现在有一个丧尸烟弹，说检查标准过宽。所以呢，民进党委员就说，这个依托迷子呢，你这样子哦，永远抓不到人。那卫福部长说，6月底前要下修标准，有一些标准太严，所以查不到啊，抓不到啊，等等哈。所以什么叫丧尸烟弹？说那些人吃了毒以后，就像那个尸体一样，就是身体上折一半啊，这样子哦。国外也很多。川普不是很在意这个事情吗？川普那时候说要给中国大陆什么要加关税，墨西哥加关税，就是说你们都不管这些东西啊，都害美国人呢、啊。以前呢是他们害中国人，现在这东西就害美国人哦。那所以标准太松了，意思就是说，那另外呢说校园的电子烟通报增加7倍，小3的学生要吸50口花10块，让你吸，然后付钱啊，这是。那么小哦，到时候就万一上瘾了就惨了哈。而且电子烟被包装成饮料进入校园，哦，所以呢，政府说吸食率下降，说什么下降？这数据是鬼数据，哪有下降？哦，根本没有下降。所以呢，石崇良说修法下礼拜就要送立法院，哦，谁不是要吸，持有就要罚，干嘛？你持有干什么？你不吸，你持有干什么？要给别人吸啊，要罚哦。所以呢，有语人说，警察入校园抗毒。以为你们在演铁拳教育吗？我们看一下。带着政委们排坐，行政院长卓荣泰用行动向毒品宣战。我们不允许这种危害公共危险的行为人会冲刺在我们国家的车辆道路上面，而进一步来侵犯国人的生命跟健康。明明中午的院后会后记者会，发言人才说明最新修法内容，卓荣泰下午仍亲自出马再讲一次。而毒驾修法的新进度包括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过去毒驾被抓到，仅会被吊扣驾照1到2年，但新制是只要毒驾被抓或拒检，驾照一律吊销，3年后才能考照，令车辆一律没入。若重伤或致死，终身吊销。期间偷开车被抓到，累罚无上限。但如何判定重考驾照者已确切戒断毒瘾？如果是你是这种这个毒驾，或者是说有毒瘾的话，那你考了以后还有一个这个所谓6个月的这个观察期。令本次院会脱役筛检也入法，未来双检验的方式并行。由于依托迷子，它具有半衰期较短的特性，只要拖延检验的时间，检验结果就可能由阳转阴。下周还要再修烟害防治法，增订贩售电子烟刑责。至于校园如何防堵，学校保全被点名。那第5类保全就是具备有安全防护的概念的一些军警人员。这些退休以后进入到第5级保全，来协助学校在做查缉防治这个毒品的这个工作上面能够尽一份力量。接下来还要增加检举平台，扫毒行政院多管齐下。那主会啊，之前刚好前几天我遇到吴峥，就跟他讲，请他跟民进党立委讲现在行政院的修法方向，我觉得很可笑，而且完全没有看到真实的问题。第一个，你吊销驾照
我没有驾照，我还是继续开啊。好，我在怕你啊，我都已经不怕吸毒去开车了，我还怕你吊销驾照。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每一年这几年来，每一年啊因为吊销驾照被处罚了，大概就20万件了。他无照驾驶20万件，这还是我查到的耶。如果我没查到的无照驾驶，你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所以你吊销他的驾照，这怎么算是处罚呢？因为就算没有这个，现在无照驾驶的就已经很多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刑罚方面这才是重点。我们刑罚方面的185条之3是有关于所谓的危险驾驶啊。之前毒驾跟酒驾都是3年以下，请注意，它只有规定多少以下，可是它没有一个多少以上。于是就导致有一些恐龙法官，像之前大家讲的彰化的那个佛性法官佛心法官，我去看了他很多个这个毒驾酒驾的判决，他都只判3个月，不管酒驾毒驾，他都只判3个月，然后还可以1颗罚金，也就是10万有找你就免关因为3个月1天1000块嘛，而且不管酒驾毒驾，他一律判3个月。所以现在6月11号，行政院通过了修法方向。只是把3年以下改成5年以下，这没有差别耶，都是有规范以下啊。我还3个月还是一样符合5年以下。你重点你是要去规范最少多少以上，这才是吓阻力啊。你没有规定一个最底线，我一定要关你多久？那对这些酒驾毒驾来说根本没有吓阻力，而且对于佛心法官或恐龙法官来说，他完全自己去说，哎呀，他中低收入户，所以就判3个月，哎呀，他其情可悯，所以就判什么？这跟他酒驾毒驾是有关系吗？跟他造成的危险是有关系吗？所以我真的觉得行政院要修法，我是肯定的，但麻烦针对问题确定修出一个有吓阻力的法。就是说你把那个毒驾的人驾驶执照效期变成3年，一点用都没有，脑筋坏了。他都不怕毒驾被你抓了，他还怕无照驾驶被你抓吗？你想这个道理吗？无照驾驶抓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毒驾抓了罚的比较重啊！我都已经吸了毒了，茫茫的上路了，不管开什么路，开高速公路，开一般路，我怎么会在乎有没有驾驶执照？所以你用驾驶执照控制有什么用呢？所以现在我们观众很多是驾驶人或者是行人，真的要注意，路上什么鬼怪都有了。以前有时候车子前面怪我，还有时候下来还纠正他一下，说你怎么这样开？现在算了，你怎么他什么是不是酒驾？搞不好昏了，他是毒驾，更昏了，对不对？你跟他讲什么道理呢？而且你以为你站在旁边路上，车子就不会开上去了，他当毒驾就开上行人道上了，所以最好远离那个远一点，很多站在路边。所以路上以前说马路如虎口，以前还不见得如虎口，现在你想想看，马路真的是很可怕的。大家而且你很多地方我可以选择不去嘛，比如说这个地方可能有犯罪，我不去就是啦。那边人多，我不去就是啦。你非要上路不可吧？在路上什么人都有啊，你能说你这个不能上路，那个不能，大家都可以上路啊。所以路上的话你怎么办呢？自求多福吧。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讨论。好吧，酒驾、毒驾很严重那酒驾以前非常严重以前我在环保署的时候，我就要求，因为很多清洁工早上的时候半夜喝酒人，清晨那种5、6点蒙蒙的时候把他撞死了，就跑了。所以那时候我说我聘最好的律师，只要哪个清洁工被撞死，一定给你追究到底。就搞个毒驾出来了，更可怕。老沈怎么办？我觉得最近的重点呢都在毒驾上面，因为驾驶人在毒品的影响之下，有很多无辜的人死亡或受重伤，所以重点摆在这里，我没有意见。但是大家要晓得，吸毒不驾的问题才严重啊！难道所有吸毒人都在开车吗？这个才是问题啊！你政府不正本清源去处理拥有毒品的问题的话，那我一向骂川普是暴君，那这一点政府比暴君还不如啊！因为起码川普很在意老共就放任那个 fentanyl 的那个原料进美国啊，川普很在意这个东西啊。为什么？你像以前没有 fentanyl， 其他的毒品也是这样，黑人的小孩、青年活不过20岁，大部分都是因毒品而被杀你毒品抢地盘啊，因为毒品有后力啊，你占我的地盘，bang bang， 你就死了。
活不过20岁。很多美国那个有名的艺人，很有名的，为什么年纪轻死掉也是都吸毒？还有，我现在是讲活不过20岁，还有呢，大都市很多 homeless， 就是你政府安排他去哪个地方，他不去的，伊就规定哦，安尼动榴莲啊，无代志，无爱去啊，他什么？你调查的结果很大一部分是毒品，他们戒毒以后，这个 homeless 的问题就处理差不多1/3。所以这个是林则徐时代吗啡的效应啊。现在我想这个就是你要正本清源去处理毒品，而不是只有在毒品影响之下驾车，那你就是舍本逐末了。虽然他那个结果是很悲惨的生命跟伤害，但是毒品才是问题啊。当然，那个是正本清源要抓了。不过驾车在路上是害人，多严重？我那个数字给你听2024年全国毒驾被抓到的移送的案子是2131件，不少了吧？那是2024， 2025年毒驾被移送的是8659件，哪那么快？全年是2000多件，去年变成8000多件。那就按照这个比例4倍，那今年不是要变成3万多件了吗？这很可怕的事情，而且这是抓到的呢。你在路上看被抓到有几个？抓到是很少才会被抓到呢，对不对？这是被抓到了这么多呢，很可怕的。所以我讲的没错，是吸毒的案子增加了嘛？没错了，是吗？这个罚则的部分，你说大家都敢吸毒上路了，你再罚再重，他可能不知道。但是治标也要治本，我觉得现在毒驾上路是大家真的会很害怕，所以警方到底有没有武器去临检的时候去抓出这些毒驾的人？过去大家就说，可能可以有毒品的检测，可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周全到每一个都配备现在所谓唾液快筛这件事情，所以就让毒驾有机可乘。现在就是我们要问的是说，所有的远景是不是他们在做毒驾测试的时候都有这种唾液快筛？第二个，它这个量能到底够不够？现在有台北好像加了6家医院要帮忙做这个8600件的所谓的毒品后续的检验等等。那如果未来大家都觉得说这个问题很严重要做的时候，量能检查的量能够不够，这也是后续的事情。还有刚才前面谈到的是，除了在路上大家觉得很害怕，也很害怕在校园里面会造成小学生或是小朋友的影响。你说要把退休军警叫进去帮忙，当然最近铁拳教育大家觉得很红，可是这些退休的军警进去之后，要如何去检验小朋友到底你有没有偷抽这些所谓的毒品或什么，会不会有侵害的问题、IS8则的问题？这后续的配套措施又是一个很复杂的课程。来，吴征，这个刚刚回应一下刚大佬讲的，其实政府当然很重这个问题，全民都很重视啊，因为其实赵哥刚刚讲没错，因为最近真的是很多相关的这一些，你说路上大家就手机拍到影片，然后传到网络上，其实那个会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嘛，就怎么走在斑马线上，然后就有一个人车这样冲过去，然后那个人下来，可能就根本就神志不清，就倒在路边，那你当然会觉得这种飞来横祸的事情怎么可以？就是莫名其妙就把我或我身边的人的性命安全夺走，所以，但是这个毒驾其实是一个要全方面来强化，所以我觉得其实刚刚大家都有讲到，那这是政院的修法里面其实有相关很多的配套了。那接下来因为政院都提了草案要送到立法院来通过，所以包含说像是把这个依托米脂列为1级毒品嘛，那你犯你这个加工制造、贩卖等等，可以最重可以到死刑。然后未来是你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违法，那包含毒驾，刚可能大家觉得单纯吊扣驾照不够，可是本来还没有这规定嘛，所以我们当然要往上加上去，包含吊扣驾照，包含你交通工具就车直接没收，甚至未来还要增加说，如果你同车有其他乘客，那你知道这个人他是有毒驾的状况，就你同车，但是你没有阻止他，那你这样你会有连带责任，就是罚款的部分啦。然后包含刚刚徐副讲到唾液筛检，其实也是很多的配套做来强化，所以这部分其实方方面面都要顾及。来，元之。行政院到现在才开始说要去针对这个毒驾或什么宣战，实在是太慢。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2024年9月30号就发生新北市土城有一个所长，他就是被毒驾撞死，然后最近还刚2审嘛，国家还请了3个义务律师去帮他辩护。当时那个撞死这个所长的，就是吸食那个丧尸烟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其实就已经讨论，本来丧尸烟弹依托咪酯它是3级毒品，后来因为这样子变成2级毒品。现在才要改成1级毒品，而且当时那个时候大家就在讨论说，那个唾液快筛的量够不够？我咨询我就举出来，有的派出所里面只有1个唾液快筛，都不敢用，当做镇所之宝，就会希望说那个警政署也要大量去采购。
然后还有我当那个时候在1-2年前，在网络上那 FB 随便搜寻伊托咪子，就直接在网络上都买到。我问速发部说，这个你们都哪里来的？老师，你就关于源头哪里来的？它其实那个原料自己做蛮简单的，它只要伊托咪酸，然后做一做很简单，而且它稀释很容易。就台湾自己就可以做了，不用进口就是。这个我可能是有进口或者都有。那第二个就是它稀释容易，因为它现在有电子烟嘛，它用电子烟直接抽就好，所以稀释也很容易，所以非常的泛滥。那现在经过1-2年，然后开始大动作说要宣战，那你这1-2年在干嘛？都在搞罢免嘛。然后再来我讲一下那个校园的东西。它校园现在为什么困难？学生现在电子烟一大堆进去，因为现在校园老师也不太敢管啊。铁拳教育为什么红？因为老师现在教权很弱啊，他只要去管教学生，譬如说他觉得他可能有吸毒。或什么要去收书包，学生一不爽就投诉老师啊，然后老师就进入校事会议啊，所以老师现在就防御式教学，就是我最好不要管，免得惹祸上身。所以现在行政院才想到这个问题，说找那个退休军警去校园里面去处理，那也慢了嘛。所以还有一件事情，就刚讲那个唾液快筛，那警察在执法的时候有个困难是说，假设他拦到一个车子，那他如果没有看到他有吸食的用具的话。他要求他吐唾液呢，他可以拒检，他就只能